果然看到苏小宁正躺在床上熟睡，但眉宇之间却透着难以掩饰的疲惫。我下意识地朝他头顶望去，顿时瞳孔猛地一缩，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，连呼吸都停滞了半秒。他头顶上的数字已经不再是之前的百分比，而是变成了一个鲜红刺眼的阿拉伯数字。这个单独的数字代表的已经不是出轨率，而是实打实的出轨次数，1夜4次。我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直窜头顶，浑身的血液都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。本以为我千挑万选，找了个出轨率无限接近0的老婆就能杜绝背叛之事，现在看来，一时的忠诚根本不代表永远的安分。我有强烈的预感，苏小宁这次的所作所为8成是和丈母娘串通好的，骗我她回娘家，其实只是为她出去偷情制造的幌子。她自以为做的天衣无缝，神不知鬼不觉，殊不知她头顶上的数字早就将她的背叛暴露无遗。苏小宁啊，苏小宁，我待你不薄，你却如此回报我。既然你们做出了对不起我的事，那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。我轻轻带上房门，调出了早已存好的私家侦探联系方式，发去一条信息，全天候盯紧苏小宁，记录他所有外出轨迹，重点拍摄与异性接触的画面。吃完饭，我带着林微微去电影院看电影。进场前，我收到了私家侦探的信息，照片上苏小宁和一个男人并肩走进了一家名为爱巢的情侣酒店。那个男人的侧脸我看着有些眼熟，但一时想不起来是谁。我回复律师，让他继续盯着。电影放了2个多小时，全程我都心不在焉，满脑子都是苏小宁和那个男人的画面，以及他们一家人贪婪的嘴脸。散场后，我把林微微安全送回家，然后开车往自己家的方向驶去。路上我给苏志博打了个电话，志博，电影看完了，我把微微安全送回家了，你放心吧，她今天玩得很开心。苏志博在电话那头连连道谢，谢谢姐夫，辛苦你了，改天我请你喝酒，好好谢谢你。我笑笑，都是一家人，不用这么客气。我挂了电话，嘴角的笑容瞬间消失。苏志博的这份感谢，我会让他用1辈子来偿还。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凌晨1点多，苏小宁已经睡了。我轻手轻脚地走进卧室，他头顶的数字已经从4变成了7，旁边的百分比也清零了。好家伙，短短几个小时又增加了3次，真是不知廉耻。看来赵峰的床上功夫确实比我更能满足他。我正准备转身离开，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，是私家侦探发来的文件，里面有几十张清晰的照片和几段视频。我走到客厅，点开照片，看到那个男人的正脸时，我瞳孔骤缩。我放下手机，脑海里不断回放着和苏小宁相处的点点滴滴。从大学时第一次在图书馆见到他，看到他头顶几乎为0的出轨率时的狂喜，到得知他家庭困境后主动帮他还清10几万债务的毫不犹豫，再到结婚当天他穿着婚纱说会一辈子对我好时的感动，我最珍贵的回忆现在却都变成了扎心的利刃。我起身走到酒柜前，拿出一瓶珍藏的威士忌，对着瓶口灌了一大口，辛辣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，灼烧着我的食道，却丝毫缓解不了我心中翻涌的怒火。当初为了追求他，我每天提前半小时在他兼职的咖啡店门口等他，不管刮风下雨，从未间断。他弟弟苏志博大学学费不够，我二话不说转账3万，还额外给了2万生活费，让他改善伙食。想起丈母娘说腰椎不好，我立马请了市医院最好的骨科专家上门问诊，所有医药费和理疗费全由我承担。我掏心掏肺地对待他们一家人，换来的却是联手背叛。这种被全世界抛弃的感觉让我几近窒息，但我很快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我陈天宇能在25岁就坐上金融公司财务总监的位置，靠的不是意气用事，而是冷静的头脑和精准的算计。我要让他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最惨痛的代价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依旧像往常一样上下班，对苏小宁依旧温柔体贴。苏小宁似乎完全放下了戒备，每天对我笑脸相迎，还会主动给我准备爱心早餐。只是他头顶的数字始终停留在4，旁边还多了一个不断跳动的百分比，从最初的30%一路飙升。我故作爽快地答应下来，没问题啊，你把你女朋友的联系方式发给我，下班我就去接她，保证让她吃好喝好，电影也看得开心。挂了电话，我立马给私家侦探发信息，今天晚上苏小宁大概率会出门，重点盯着他的行踪，另外查一下苏志博的女朋友林微微，看看他是不是真的不知道内情。侦探很快回复，收到陈总，我已经安排人盯着苏小宁了，他刚从公司出来，打车往市中心方向去了，我这就去核实林微微的情况。下班铃一响，我就收拾东西离开了公司，按照苏志博给的联系方式联系上了林微微。我开车到约定的商场门口接上她。林微微是个长相甜美的小姑娘，穿着白色连衣裙，说话温温柔柔的。她上车后一个劲地跟我道谢，姐夫，麻烦你了，本来不想麻烦你的，但是志博实在太忙了，真的不好意思。我笑着回应，心里却在盘算着，看林微微的样子确实不像是知情的，大概率是被苏志博当枪使了，用来分散我的注意力。我带着林微微先去了那家西餐厅，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。吃饭的时候，我故意提起苏志博，问他们什么时候结婚。林微微脸上泛起红晕，羞涩地说还没定。志博说等他再攒点钱，给我一个盛大的婚礼，不让我受委屈。我心里暗自嘲讽，苏志博1个月1万多的工资，除去自己挥霍和约会的开销，根本存不下什么钱。所谓的盛大婚礼不过是画饼罢了，最后还得指望我来买单。只可惜他们再也没有这个机会。之前我爱苏小宁，
愿意伺候他一大家子。现在我等着抓包苏小宁，让他净身出户，一点钱都分不走。我怎么都没想到，那个男人竟然是赵峰。他是财务部的中层管理，比我大4岁，长相帅气，业务能力也还不错。当初我竞争财务总监的时候，他是最大的竞争对手。我之所以能顺利上位，除了靠我精准的投资眼光和手里掌握的原财务总监出轨证据，还因为我看到赵峰头顶高达89%的出轨率，知道他迟早会出问题，所以提前布局，让他错失了机会。没想到他竟然怀恨在心，不敢在工作上对我下手，就从苏小宁身上打主意，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报复我，真是小人行径。视频里，赵峰抱着苏小宁，在他耳边说着什么甜言蜜语。苏小宁笑得花枝乱颤，一脸痴迷地看着他，还主动亲吻他的脸颊，那副放浪的模样，和平时在我面前的温柔贤惠判若两人。我继续往下看，一段录音引起了我的注意。赵峰的声音带着一丝算计和贪婪。小宁，陈天宇那个优盾里存着公司的核心财务数据，只要拿到优盾，我就能篡改数据，让他背上挪用公款的黑锅，到时候财务总监的位置就是我的了。苏小宁的声音带着一丝犹豫，可是那个优盾他看得很紧，密码只有他和老板知道，我怎么才能拿到手啊？赵峰轻笑一声，语气里满是不屑。你是他老婆，他对你毫无防备，你趁他睡觉的时候偷偷翻他的公文包，肯定能找到密码的话，我猜是他的生日或者你们的结婚纪念日，你多试几次总能试出来。等我坐上财务总监的位置，就离婚娶你，到时候公司的财务大权都在我手里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买，你再也不用看陈天宇的脸色过日子了，也不用为你弟弟的彩礼钱发愁了。苏小宁立马答应，好，我听你的，你可一定要说话算话。周3晚上，我故意加班到9点多才回家，一进门就闻到了饭菜的香味。苏小宁系着围裙从厨房走出来，脸上带着甜美的笑容。老公，你回来了，我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糖醋排骨和油焖大虾。我走过去，顺势从背后抱住他，鼻尖萦绕着他身上熟悉的香水味，心里却没有丝毫波澜，只有冰冷的厌恶。我在他耳边轻声说道：辛苦老婆了，这么晚还等我吃饭，真是委屈你了。我目光却落在他头顶的数字上，已经涨到了67%。吃饭的时候，苏小宁不停地给我夹菜，嘴里絮絮叨叨地说着今天发生的琐事，说她和闺蜜逛街买了新裙子，说丈母娘打电话问她我的近况，还说让她好好照顾。我一边敷衍地回应着，一边观察着她的神情。她说话时眼神闪烁，偶尔会不自觉地摸一下手机，很明显是在等什么人的消息。吃到一半，她的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，她眼神一亮，随即又快速掩饰过去，拿起手机看了一眼就匆匆放下，说是闺蜜发来的搞笑视频。我没有拆穿她，只是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我已经猜到，这个所谓的闺蜜大概率就是那个让她出轨的男人，而她现在这副故作镇定的模样，简直可笑至极。周4下午，我正在公司处理一份重要的财务报表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来电显示是小舅子苏志博。我挑了挑眉，按下接听键，语气平淡：喂，志博，有什么事吗？苏志博的声音带着一丝刻意的热情，听起来虚伪又做作。姐夫，没啥大事，就是我女朋友想去看新开的那个科幻电影，我这手上有点忙走不开，你能不能帮我陪她去看一下，顺便请她吃个饭？她一直说想尝尝你上次推荐的那家西餐厅。我心里冷笑一声，上次是丈母娘打掩护，这次换成小舅子了。我关掉视频，脸上满是寒意。赵峰不仅想抢我的位置，还想让我身败名裂，简直是丧心病狂。而苏小宁竟然愚蠢到被人当枪使，他为了所谓的荣华富贵，不惜背叛我，触犯法律，简直无可救药。也难怪他会被赵峰的花言巧语骗得团团转。我拿出手机给侦探发了一条信息，查一下赵峰的所有资料，包括他的家庭背景、银行账户，有没有其他情人，还有他最近的资金往来，越详细越好。然后我又拨通了一个律师的电话，电话接通后，我直接开门见山：王律师，我需要你帮我准备一份离婚协议。另外，我这里有一些证据，可能涉及到挪用公款和婚内出轨，你帮我看看怎么处理才能利益最大化。挂了电话，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，复仇的计划已经开始，接下来就是耐心等待时机，给他们致命一击。周5早上，我去公司上班，刚走进办公室，就看到赵峰坐在我的办公椅上，手里拿着一份文件，脸上带着挑衅的笑容，眼神里满是不屑。他语气轻佻，话里有话：陈总监来这么晚，是不是昨晚太累了？我没有生气，反而笑着走过去，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。赵主管，我的办公室好像不是谁都能随便进的吧？公司的规章制度你都忘了吗？赵峰站起身，走到我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：陈天宇，你别得意太久，这个位置迟早是我的，你信不信？用不了多久，你就会身败名裂，一无所有。赵峰勉强笑了笑，拿起水杯喝了一口水。确实不知道，不过那事跟我也没什么关系，管他呢。我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，而是和其他同事聊起了别的。但我能感觉到赵峰已经坐立不安，吃饭的时候心不在焉，频频看手机，估计是在和苏小宁联系。下午，我接到了侦探的电话，他给我发来了赵峰的详细资料。原来赵峰早就结婚了，老婆是个全职太太，还有一个3岁的女儿。他不仅出轨苏小宁，还和公司里的几个女同事有不正当关系，
私生活极其混乱。他的银行账户有很多笔不明来源的资金，大概率是收了供应商的回扣，而且他还欠了不少赌债，高达200多万。这也是他急于想要拿到财务总监位置的原因之一。他想利用这个职位挪用公款还债，同时满足自己的贪欲。看到这些资料，我心里更加有底了。赵峰的把柄这么多，想要扳倒他简直易如反掌。我不仅要让他失去工作，还要让他身败名裂，锒铛入狱。晚上回家，苏小宁已经做好了饭菜。他看到我回来，脸上露出了异样的笑容，比平时更加殷勤，不停地给我夹菜，还主动给我倒酒。老公，你这几天辛苦了，多喝点酒放松一下。我特意给你泡了解酒茶，等会儿喝完酒喝一杯，对身体好。他端起酒杯，递到我面前。我看了一眼他头顶的数字，依旧是7，旁边的百分比已经涨到了99%。看来他已经准备好要行动了。今晚就是他要见赵峰的日子，也是他偷幽盾的日子。我眯着眼睛看着苏小宁的动作，心里冷笑。很快，苏小宁就从公文包里找到了幽盾，他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，拿着幽盾回到卧室，拿出自己的笔记本电脑，插上幽盾，开始输入密码。半分钟后，他试出密码，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，快速的在电脑上操作着。殊不知，他的一举一动都被我提前安装在卧室的摄像头拍得一清二楚。操作完成后，苏小宁把幽盾拔下来，偷偷藏好，把一个假的放回我的公文包。做完这一切，他才松了一口气，回到床上躺下。我等苏小宁睡熟后，起身走到公文包前，拿出那个被替换下来的假幽盾，冷笑一声。我查看了一下资金流向，果然有一笔2000万的资金被转走了，转到了一个海外账户，账户的持有人信息是伪造的，但我通过之前雇佣的技术人员查到，这个账户的实际控制人就是赵峰。他以为这样就能神不知鬼不觉的嫁祸给我，简直是太天真了。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。接下来就是收网的时候了，我要让他和苏小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最惨痛的代价。我看着苏小宁熟睡的面孔，没有丝毫不忍。毕竟如果我不知道这些，真就被他和赵峰坑惨了。我把所有的证据都整理好，全部发给了王律师和侦探，然后关掉电脑，靠在沙发上等待着周一的到来。下周一就是他们的死期。周末这2天，我依旧像往常一样和苏小宁一起吃饭、看电影，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。苏小宁也表现得和平常一样，只是看起来有些心虚。周日晚上，苏小宁试探性地问我：“老公，你们公司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啊？比如财务上的问题？”我故作疑惑地看着他：“没有啊，公司一切都很正常，怎么突然问这个？”苏小宁眼神躲闪，连忙摆手：“没什么，就是随便问问。我看你最近好像有点忙，担心你太累了。”我笑着摸了摸他的头：“放心吧，我没事，公司一切都好，有我在，不会出什么问题的。”我知道他现在肯定很着急，想知道赵峰的计划有没有成功，但又不敢直接问，只能旁敲侧击。周一早上，我像往常一样去公司上班，刚走进公司大门，就感觉到气氛不对劲，员工们都在窃窃私语，眼神时不时地看向我，脸上带着异样的表情。我知道赵峰肯定已经开始行动了，他应该是向老板举报了我挪用公款的事情，想让我身败名裂。果然，我刚走进办公室，秘书就敲门进来了：“陈总，马老板让你现在去会议室，说是有紧急会议要开，所有高层都已经到了。”我点了点头，整理了一下衣服，然后起身朝会议室走去。知道了，我马上过去。我淡淡的回应，目光直视着他。你没那个实力。赵主管，与其在这里浪费时间，不如多花点心思在工作上，免得月底考核又不达标，到时候被老板批评，多没面子。赵峰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，他最在意的就是考核成绩。上次因为一个项目出错，考核成绩垫底，被老板当众批评，这件事一直是他的心病。我故意提起这件事，就是要戳他的痛处。他撂下一句狠话，转身怒气冲冲地离开了我的办公室。你等着瞧！走的时候还不忘狠狠地摔了一下门。看着他狼狈的背影，我冷笑一声，就凭他这点能耐，还想跟我斗，简直是自不量力。我会让他知道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故意和赵峰坐在同一桌，桌上还有其他几个同事。我装作不经意地提起，最近公司好像在查财务问题，听说有一笔大额资金流向不明，老板很重视，已经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小组。赵峰的动作明显一顿，筷子停在半空中。是吗？没听说啊，陈总监消息真灵通，看来我以后要多向你学习了。我夹了一口菜，慢悠悠地说，毕竟我是财务总监，这些事情肯定要多关注一点，不然怎么对得起老板的信任。听说那个幽盾很重要，一旦丢失或者密码泄露，后果不堪设想，不仅会给公司造成巨大损失，相关责任人还会承担法律责任。赵主管平时接触不到这些核心东西，可能不知道其中的厉害。赵峰的脸色更加苍白，手里的筷子都差点掉在地上。我刚走到会议室门口，就听到了赵峰的声音，他义愤填膺地嚷嚷着，生怕其他同事听不见。马老板，陈天宇太过分了，竟然挪用公司2000万公款，这可是我们公司半年的净利润啊！他简直是胆大包天，这种人根本不配当财务总监，应该马上报警，让他坐牢。我推开门走进去，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。马老板脸色铁青，其他高层也都面带不满地看着我。赵峰看到我进来，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，挑衅地看着我：“陈天宇，你终于来了，马老板正在问你
挪用公款的事情，你就老实交代吧，争取宽大处理。我没有理会他，径直走到马老板面前，平静地说：“马老板，事情不是他说的那样，我没有挪用公款，这是一场阴谋，一场栽赃陷害。”赵峰冷笑一声，上前一步指着我：“陈天宇，你还想狡辩？公司财务系统显示，那2000万就是从你的优盾操作转走的，密码只有你和马老板知道，不是你是谁？”马老板也怒不可遏地看着我：“陈天宇，你给我解释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我平静地回应：“马老板，优盾确实一直在我身上，密码也没有泄露，但这笔钱不是我转走的。”我然后看向赵峰：“赵主管，你这么着急地指责我，是不是因为这笔钱是你转走的，想嫁祸给我？”赵峰脸色一变，眼神闪过一丝慌乱：“你胡说八道，我怎么可能转走公司的钱？我没有优盾，也不知道密码，你这是血口喷人！”我冷笑一声，从口袋里拿出手机，里面清晰地记录了赵峰和苏小宁的全部计划。会议室里一片寂静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我笑着端起酒杯和他碰了一下，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。好啊，难得老婆这么体贴，那我就多喝几杯。吃完饭，苏小宁主动提出要给我按摩。我躺在沙发上，他的手指在我的肩膀上用力按压着，力道不均匀，明显是心不在焉，心思根本不在按摩上。我闭着眼睛，假装享受，实则在留意他的一举一动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他就借口去洗澡，离开了客厅。我悄悄睁开眼睛，看见他拿出手机发了一条信息，然后才走进浴室。我悄悄拿起他的手机，指纹解锁后，点开了他的聊天记录。最新一条信息是苏小宁刚发给赵峰的，他喝了酒，已经躺下了。我等会儿就去翻他的公文包，你等我的好消息。赵峰回复：好，拿到优盾后马上联系我，事成之后，我带你去买你上次看中的那款名牌包包。我把聊天记录截图保存，然后把手机放回原位，回到沙发上继续假装睡觉，等待着苏小宁的下一步行动。过了大概半小时，苏小宁穿着浴袍从浴室出来，她头发湿漉漉的，身上还带着沐浴露的香味。她轻手轻脚地走到我身边，小声地开口试探：“老公。”她喊了我几声，我都没有任何动静，闭着眼睛，一副睡死的模样。苏小宁眼神紧张，却又带着一丝期待。她转过身，小心翼翼地拿起我的公文包，走到客厅的角落翻找起来。马老板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难以置信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淡淡一笑，我怎么知道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这件事如果曝光，对你的家庭和公司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。马老板，只要你以后好好合作，我不会把这件事说出去，而且我还能帮你把公司打理得更好，让公司的业绩更上一层楼。马老板脸色阴晴不定，最终还是点了点头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以后公司的事情我会多听你的意见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然后转身走出了会议室。这就对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在公司的地位更加稳固，马老板对我言听计从，员工们也对我敬畏有加，没有人再敢质疑我的能力。我顺利地掌控了公司的大部分权力，为以后彻底接管公司打下了基础。处理完赵峰的事情，接下来就是苏小宁和他那贪得无厌的一家人了。周三下午，我让律师把离婚协议书送到了家里。苏小宁看到离婚协议书的那一刻，不敢置信地看着我：“老公，你为什么要跟我离婚？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？你告诉我，我一定会改的。”我看着他虚伪的嘴脸冷笑：“苏小宁，你做了什么？你自己心里清楚，不用在这里装模作样了。我们之间已经不可能了。”就在这时，丈母娘王秀英和小舅子苏志博也赶到了家里。他们是收到苏小宁的电话赶来的，一进门就看到了桌上的离婚协议书。王秀英顿时火冒三丈，冲到我面前，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：“陈天宇，你这混账东西，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？”马老板的脸色更加难看：“赵峰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解释清楚。”赵峰脸色惨白，浑身颤抖，说不出一句话。他没想到我竟然有证据，原本以为天衣无缝的计划，现在却暴露无遗。我没有给赵峰辩解的机会，继续说道：“马老板，不仅如此，我这里还有赵峰欠下巨额赌债的证据。他之所以想嫁祸给我，就是为了夺取财务总监的位置，然后挪用更多的公款来偿还赌债，满足他的贪欲。”赵峰彻底崩溃了，他双腿一软，瘫倒在地上，眼神里充满了绝望。“不是的，马老板，我没有，是陈天宇陷害我，这些都是假的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”就在这时，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，4、5个保安走了进来，径直走到赵峰面前，出示了逮捕令。“赵峰，你涉嫌非法犯罪，现在我们正式将你拘捕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”赵峰还想反抗，嘴里不停地喊着“我没有”，但保安根本不给他机会，直接上前将他架起来，戴上手铐，拖了出去。他的脸上满是绝望和不甘，临走时还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但我根本不在意，像他这样的跳梁小丑，根本不值得我放在心上。马老板看着赵峰被带走，走到我面前，脸上露出了愧疚的表情：“陈总，对不起，我错怪你了。没想到赵峰是这样的人，多亏了你及时发现，不然公司就要遭受巨大的损失了。”我笑着摇摇头：“都是小问题，应该的。”我紧跟着凑近他耳边，轻声说道：“马老板，你也不想你出轨的事情被你老婆和其他人知道吧？上次你和王秘书在酒店的照片，我这里还有备份。”丈母娘便举起了手，想要扇我。
你个王八蛋，想抛弃我们小宁？我告诉你，没门！我早有防备，直接侧身躲开。王秀英抡圆了胳膊，什么都没打到，脚下一滑，龇牙咧嘴的倒在地上。苏小宁慌忙跑过去，扶起王秀英。妈！他愤怒的看着我。陈天宇，你太过分了，怎么能打我妈？我真是佩服苏小宁了，是你妈自己没站稳，管得上我吗？苏小宁被我一句话对得脸色难看，苏志博却怒不可遏，撸起袖子就想跟我动手。陈天宇，我妈一把岁数，你让她打一巴掌怎么了？你害她摔跤，她有个3长2短，我要你命！我冷冷一笑，不等他动手，直接上前一步，一巴掌扇在了他的脸上。清脆的响声在客厅里回荡，苏志博被打得晕头转向，脸上出现了一个清晰的五指印。我揉了揉手，淡淡道：说实话，我早就看你们不顺眼了，要不是当初念你们是苏小宁的妈妈和弟弟，你以为我会好眼色对你们？这些年你们贪得无厌，在我身上捞了多少好处，你们自己心里清楚。我帮你们还清了10几万的债务，给你们盖了新房子，给苏志博找了月入过万的工作，买了代步车，逢年过节还送各种贵重礼物。你们不仅不感恩，反而联合外人算计我，背叛我，你们才是真正的白眼狼。我看向苏小宁，眼神冰冷刺骨。苏小宁，离婚这个词多少还是有点太好听了，倒不如说是我休了你才合适，因为你不守妇道，背叛婚姻。苏小宁顿时脸色惨白，我没有，我根本懒得看他心虚狡辩的模样，冷冷开口。苏小宁，我原本给过你一次机会，2个星期前的那个故事，就是我给你最后的警告，只要你悬崖勒马，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。可没想到，你终究还是色迷心窍，背叛了我。你这样的女人根本不值得我珍惜。王秀英从地上爬起来，捂着肚子厉声反驳：胡说八道！我看你是在外面有人了，才故意整这么一出，想抛弃小宁。小宁温柔贤惠，妥妥的贤妻良母，怎么可能是那么不堪的人？你有本事拿出证据来！他这是在赌我没有证据，只要没证据，他就可以颠倒黑白，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身上。我看着他贪婪又愚蠢的嘴脸，感叹道：王秀英，你还真是蠢得可怜。我没证据会跟他离婚吗？我没证据会让律师准备离婚协议书吗？我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沓照片，扔在了他们面前。照片上全是苏小宁和赵峰在情侣酒店亲密的画面，画面不堪入目。苏小宁原本还抱有一丝希望，看到照片后，整个人直接瘫坐在了地上，脸色惨白，眼神里充满了绝望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王秀英见状，慌忙把照片揉成一团塞进嘴里，想要销毁证据。在他看来，我的证据仅仅只有这几张照片而已，只要把照片毁了，我就没有办法了。看着他费力地把照片咽下去，我嘲讽道：吃完了，我这里还有很多，你要不要再吃点？我看着这一家想要算计我的人，挑眉。拜托你们搞搞清楚，不管贷款还是首付，那可都是以你们的名义来借贷垫付的，与我无关，让我还，莫不是在说笑话吧？你们以为我还是以前那个对你们有求必应的陈天宇吗？他们这才反应过来，我把他们给耍了。王秀英指着我破口大骂：陈天宇，你混蛋，你无耻，你不得好死！我摇了摇头，脸上没有丝毫表情。那也没有你们混蛋，没有你们无耻，像你们这群贪得无厌、忘恩负义的家伙，就该落得这个下场。至于财产分割问题，我99%的财产都属于婚前财产，和你苏小宁没有半毛钱关系。想要分走一半的钱，你们想多了。你们能分走的只有那1%的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半。我给你们算了一下，大概也就10来万，这点钱估计还不够你们还高利贷的利息吧。苏小宁踉跄着后退了几步，差点摔倒。不，这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有这么多婚前财产？你一定是在骗我。我坐在沙发上淡淡道：我有没有骗你？你可以去查，法院会给你一个公正的判决。好了，话我已经说完了，离婚协议书你们签也得签，不签也得签，法院会强制判决离婚，到时候你们不仅分不到财产，还得承担自己欠下的债务，好好享受你们的好日子。王秀英听到这话，血压直接飙升，眼前一黑，晕死了过去。我从公文包里拿出厚厚的一沓照片和几段视频，放在了桌上。这些只是一部分，还有更多更精彩的。如果你想看，我可以全部给你看。王秀英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，差点气晕过去。老太太指着我，嘴唇颤抖，说不出一句话。良久，王秀英才缓过神来，强装镇定地说：行，小宁，离婚就离婚，咱不怕他，反正他的财产有你的一半，到时候以你的样貌，绝对还能够再找个金龟婿比他有钱有势的有的是。苏志博也从地上爬起来，擦了擦脸上的眼泪，附和道：就是，姐姐，你别伤心，我们贷款的钱他还没帮咱们还清呢，到时候我们依旧是千万富翁，根本不用看他的脸色，还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。苏小宁听到这话，眼睛瞬间亮了起来，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。他从地上爬起来，脸上露出了贪婪的表情。对，陈天宇，我们的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，理应有我的一半，还有你答应给我弟弟买别墅、买卖巴赫、出50万彩礼的事情，你不能反悔。还有我们借的贷款，你也必须帮我们还清。看到他们死到临头，还想着贪图我的财产，我差点被他们的话给逗笑了。别墅的尾款，你们借的高利贷，你们欠下的东西，凭什么要我来还？
我什么时候答应过要帮你们还贷款了？王秀英冷笑道。当时你亲口说的，现在想不认账了？我冷冷一笑，眼神里满是不屑。证据呢？谁能给你证明啊？苏小宁和苏志博慌了手脚，连忙上前搀扶王秀英。我没有理会他们，转身走进了卧室，收拾了苏小宁的东西，扔到了门外，然后关上了房门，将他们一家人彻底隔绝在门外。从这一刻起，我和他们再也没有任何关系。终于到了法院判决的那一天，法庭上铁证如山，法院判决我和苏小宁解除婚姻关系。财产分割方面，苏小宁只分得了我1%财产的一半，不够零头。听到判决结果，苏小宁、王秀英和苏志博直接崩溃了，他们瘫坐在地上痛哭流涕，嘴里不停地喊着不公平，但这已经无济于事，法律是公正的，他们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出了法庭，苏小宁直接冲了过来，死死地抱住了我的腿。老公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只是被赵峰的花言巧语给蒙骗了，我只是犯了每一个女人都会犯的错误，你就原谅我吧。我保证，我会一生一世爱你，一生一世都忠诚于你，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绝对不会再跟除你以外的其他男人接触了，求你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他头顶上的出轨率数字正疯狂地往下掉，从之前的99%降到了0%，但这都已经不重要了，一次不忠，终生不用。他既然选择了背叛我，就必须承担相应的后果。我语气冰冷，没有丝毫感情。放开我！我能看见每个人头顶上的出轨率，当出轨率达到100%后，后面出现的都是出轨次数。我谨慎小心，千挑万选，最后终于找到一个漂亮贤惠、出轨率为0的老婆。可是有一天，我突然发现她的出轨率在疯狂蹿升。20多年来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飙升的数字。我第一次知道自己看到的数字的含义，是在上初中的时候。我爸妈吵架离婚后，我意识到每个人头顶数字代表的是出轨率。有爸妈的前车之鉴，我发誓一定要找一个漂亮贤惠、头上的离婚率非常低的老婆。虽然这很难，但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在上大学的时候还真被我找到了。而且她的出轨率竟无限接近为0。她叫苏小宁，比我大2岁，人长得非常漂亮，看起来很清纯的那种类型。就是家里面条件有点不太好，和弟弟妈妈相依为命。她爸爸是个赌徒，跑了以后还给他们一家人，还留下了10几万的债。但这都不是事。这些年我靠着能看见出轨率这项技能，暗自在背后赚了不少钱。出轨率无限为0的女人可是非常的稀有，为了不重蹈爸妈的覆辙，我必须紧紧抓住。之后我对她展开了疯狂的追求，就连债务我也一并帮她还清了。结婚之后也确实如此，她非常的贤惠能干，对我也总是十分的温柔。自从爸妈离婚，我也再一次体会到了家的幸福。然而大约1个星期前，我那温柔贤惠的妻子，她头上的出轨率仅仅一夜之间就从0.08%变成了43%。本来我对此也并没有太放在心上，因为有时候刷短视频看到什么美女帅哥，也会对这个数值有一定的影响。就比如我的好兄弟，即使结了婚，他刷到美女视频或者美女照片的时候，出轨率都会有点小范围的波动，一般在30%到50%之间。但渐渐的，我就感觉到不对劲了，因为我老婆头顶上的那串数字每天都在稳步增长，仅仅5天时间就从43%涨到了83%，这也就代表还差17%的出轨率，她就会出轨了。这下子我彻底坐不住了，不禁想到了这些天苏小宁半夜偷偷摸摸给别人打电话发信息场景，她还说是她闺蜜，还一副假装镇定、眼堂慌乱的模样。有出轨率无限为0的第一印象，当时我还天真的以为她是在跟闺蜜聊一些羞人的话，我看这多半就是在跟别的小白脸聊天。我越想越气，这些年我摸爬滚打，仅仅25岁就坐上了金融公司财务总监的位置，可以说前途无量。不仅买了车买了房，就连他老家的房子我也出资总体翻新了一遍，对他简直好的不能再好了。我实在是想不明白，究竟是什么样的小白脸能把他迷得神魂颠倒，让他动了背叛我们婚姻的心思。思索再三，我决定再观察观察，毕竟是我老婆，还是有很深的感情的。只要她的出轨率没有突破100%，我都可以再给她一次机会。周五下班回家，苏小宁脸色时而红润，时而纠结，坐立不安，完全没有了平时端庄温柔的模样。就连我回家，她的表情都像是做贼一样，脸上写满了心事。我抬头望去，只见她头顶上的出轨率由83%变成了96%，还泛着红光，红得刺眼。我表面上不动声色，但心里已经变得一片冰冷。我知道，她离出轨仅仅只差一个机会而已。干柴烈火，一点就着。晚饭做好后，苏小宁端着个饭碗，小口小口的吃着，但明显心思却不在这饭菜上。我不动声色，故作平常的玩笑说道：“老婆，刚刚我回到家，你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像老鼠见到猫似的。难道你背着我干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了？”听到这话，我能看到苏小宁身体狠狠地颤了一下，都差点端不稳了。很明显就是被吓到了，因为他现在满脑子都是那个小白脸。心虚了，苏小宁支支吾吾，强装镇定道：“啊，哪有，老公，你最近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，竟然跟我开这种玩笑。”说着还嗔怪地瞪了我一眼，但颤抖的碗显示着他内心其实并不平静。开个玩笑嘛，至于这么大反应吗？我笑了笑，然后故意跟他说起了一个小故事。
对了，老婆，今天我听朋友说，他手下有一名女员工，原本很安分守己、温柔贤惠，可没曾想竟然出轨了。她丈夫大怒，拿着一把杀猪刀冲到了公司，连砍了那女好多刀。最后那女的虽然命保住了，但终生变成了残疾人，而且再也不能当妈妈了。仅仅就是因为出轨，竟然让那个女人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，真的是不值啊！不知道那女人下半辈子坐在轮椅上的时候，会不会后悔当初的一念冲动？听完，苏小宁脸瞬间变得无比苍白，碗都直接摔在了地上，而她头上的出轨率也在疯狂的变化着，96%、38%、1%。我故作关心道：“老婆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被这个事吓到了？”苏小宁心慌意乱，根本不敢看我的脸，支支吾吾道：“是啊，这事真是太吓人了。对了，你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么吓人的事？”说着，他抬头看向我，心虚的想要从我的表情中看出来一点什么。我笑道：“平时聊的都是花前月下，今天来点不一样的刺激嘛？你是不是想多了？”苏小宁慌乱道：“那哪有想多，只是一时没反应过来。”随后他赶紧吃完饭就回房了。我轻轻地夹起一根青菜，冷笑一声。我说起这个故事，自然是想敲打他，也是给他的最后警告。毕竟我对他还是有很深的感情的，如果可以挽回，自然应该试试。但是对方如果一意孤行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至少我仁至义尽了。接下来几天，苏小宁果然老实了许多，对我也如之前一样温柔贤惠。或许真的被我那个血腥故事给吓坏了。然而，直到丈母娘的一系列骚操作，这所有的情分也都将在那一刻不复存在。这天下午，苏小宁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：“老公，今天晚上你就自己点外卖吧，我要回我妈那一趟。”回娘家？我纳闷道：“妈，那出什么事了？要不要我陪你回去？”苏小宁立马拒绝：“不用，娘家那里没什么事，就是回去看看我妈。而且你还有工作要做，不用陪我的。不过我现在公司里确实有些事情需要我做，实在走不开，便想着下班后去接她算了。”下班后，我第一时间就开车朝娘家的方向驶去。2个多小时后，我来到了丈母娘家。丈母娘看到我之后，竟皱了皱眉，一脸嫌恶道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面对她这种态度，我早已见怪不怪，虽然很不舒服，但还是忍了下来。小宁这么急着回来，我担心出了什么事，所以才匆匆赶来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。对了，小宁不是回来了吗？他人呢？我深知丈母娘脾性，我一口气把话说完，直接开门见山，就是不想跟她胡搅蛮缠。丈母娘竟表现得十分不耐烦，直接道：“小宁她早就回家了。”我心顿时提起来，我瞳孔猛地一缩，脸上的冷笑瞬间僵住，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。她怀了我的孩子。我下意识地看向苏小宁的小腹：“你说你怀了我的孩子，有什么证据？”我强压下心头的波动。苏小宁连忙从随身的塑料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化验单，双手捧着递到我面前，声音带着急切：“这是医院的化验单，你看，上面写着我怀孕6周了。”我接过化验单，借着路灯昏暗的光线仔细查看，上面确实写着苏小宁的名字，怀孕6周，各项指标正常。看着这张化验单，我心里的防线开始松动，冰冷的心也泛起了一丝涟漪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语气缓和了些许：“就算你怀了我的孩子，我也不能立刻原谅你。你先起来，跟我回去，我会安排医生给你做详细检查。至于以后，看你的表现。”苏小宁听到这话，眼睛瞬间亮了起来，紧紧抓住我的衣袖：“谢谢你，阿宇，谢谢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”我侧身避开他的触碰，心里依旧残留着对他的厌恶，但为了孩子，我只能暂时忍耐。我开车带着苏小宁回到了曾经的婚房，屋子里的一切都还是老样子，只是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灰尘，像是在诉说着这段时间的冷清。我扔下一句话，便转身走进了书房，留下苏小宁一个人站在客厅里。“你先住客房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进主卧。”苏小宁不肯放手，依旧死死地抱着我的腿：“老公，求你了，原谅我吧，我不能没有你，没有你我活不下去。”王秀英和苏志博也跪在了我的面前，哭着喊着求我原谅：“陈天宇，我们错了，我们不该贪得无厌，不该帮着小宁背叛你，求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帮我们还清债务吧，我们以后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。”我知道，他们不是真心后悔，只是没了我这个金龟婿供他们潇洒挥霍，又面临着巨额债务，走投无路了才来求我。这种虚伪的忏悔，我根本不屑一顾。我狠狠地踢开了苏小宁，然后一脚踹开了跪在地上的王秀英和苏志博。机会我已经给过你们了，是你们自己不珍惜，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。你们的债务和我没有任何关系，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说完，我转身坐上了我的车，发动引擎，扬长而去，将他们一家人绝望的哭声远远抛在身后，和他们彻底划清了界限。我开车去了酒吧，重金属音乐震得地板都在发麻。我搂着好兄弟的肩膀，手里举着盛满威士忌的酒杯，仰头一饮而尽。我拍着桌子大笑，脸上满是肆意的张扬。爽！以前总被家里那点破事牵绊，现在解脱了，以后只管潇洒快活。兄弟笑着给我倒酒，早就该这样。以你的本事，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？犯不着为不值得的人糟心。我端起新满的酒杯和他碰了一下，玻璃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。说得对，请自由。凌晨2点，我喝得差不多了，
走出酒吧大门，冰冷的雨水就劈头盖脸砸下来。昏暗的路灯下，一个瘦弱的身影蜷缩在屋檐下，正是苏小宁。她浑身淋得湿透，头发粘在苍白的脸颊上，原本精致的衣服皱巴巴的贴在身上，沾满了泥点，看起来狼狈至极。看到我，她眼睛瞬间亮了起来，不顾地上的积水，踉跄着朝我跑来，声音带着哭腔：“阿宇，我终于等到你了。”我停下脚步，冷漠地看着她。她伸出手想拉住我的衣袖，我侧身避开，她的手落空，僵在半空中，脸上的期待瞬间变成失落。她声音颤抖，泪水混着雨水顺着下巴滴落。阿宇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该被赵峰骗，不该背叛你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已经跟他彻底断了，所有联系方式都删了，我心里只有你，这个家不能没有你啊！他冻得瑟瑟发抖，嘴唇发紫，却依旧固执地望着我。我冷笑一声，语气里满是嘲讽与冰冷。苏小宁，不是所有的人都值得原谅的。你和赵峰苟合，和你妈串通撒谎，帮着外人算计我的公司，甚至想让我身败名裂，这些事你忘了？我上前一步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眼神里的厌恶毫不掩饰。苏小宁浑身一震，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，泪水混着雨水流得更凶了。我知道我错得离谱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可我真的没办法了。阿宇，我怀了我们的孩子，我不能让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。你再给我一次赎罪的机会，好不好？接下来的几天，我按照承诺安排了最好的妇产科医生给苏小宁做检查。检查结果显示，她确实怀孕6周，胎儿发育正常。这个结果让我彻底放下了疑虑，也让我对苏小宁的态度缓和了许多。我开始每天让保姆给她做营养丰富的饭菜，还会抽出时间陪她去散步，定期带她去医院做产检。苏小宁也表现得十分乖巧，每天对我温柔体贴，不再像以前那样心思活络。她头顶的数字也一直停留在13，没有任何变化。看着她小心翼翼呵护小腹的样子，我心里的坚冰渐渐融化。但是我知道，我们之间永远有隔阂。这天晚上，我下班回家，刚走进客厅，就看到苏小宁坐在沙发上偷偷抹眼泪，脸色看起来十分苍白。我心里一紧，连忙走过去问道：“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还是孩子有什么问题？”苏小宁抬起头，眼睛红红的，哽咽着说：“没有，孩子没事，就是我妈给我打电话，说高利贷的人又上门催债了，还打了智博，他们实在走投无路了，想让我跟你求求情，先帮他们还一部分钱。”我脸色一沉，心里的火气瞬间又涌了上来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他们的债务跟我没关系，是他们自己贪婪造成的后果，必须自己承担。苏小宁拉住我的手，语气带着哀求：“可是他们是我的家人啊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被催债的人欺负。阿宇，就帮他们这一次，以后我再也不会管他们的事了，就当是为了孩子积德，好不好？”我看着他楚楚可怜的样子，又想到他肚子里的孩子，我终究还是心软了。我可以帮他们还一部分钱，但只能是一部分，而且这是最后一次。明天我会让财务转50万给你。苏小宁脸上立刻露出了感激的笑容，连忙点头：“谢谢你，阿宇，你真好，我就知道你最疼我和孩子了。”过了几天，我带着苏小宁去医院做第2次产检，这次我特意请了医院的院长亲自检查，确保孩子的安全。院长拿着检查报告，眉头紧锁，脸色有些凝重。苏小宁被安排去做其他检查的时候，院长小声的开口，语气严肃的：“陈先生，有件事我必须跟你说实话。经过详细检查，我们发现苏小姐并没有怀孕，之前的化验单可能是伪造的。”我像是被一道惊雷劈中，瞬间僵在原地，不敢置信地看着院长。“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”院长点了点头，肯定地说：“是的，陈先生，苏小姐的各项激素水平也不符合怀孕的特征。”苏小宁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身体摇摇欲坠，眼神里满是慌乱和恐惧。“我明明怀孕了，我有化验单，你怎么能说我没怀孕？不，这不可能。院长，你是不是检查错了？”我居高临下的看着，检查错了，3次检查都错了，还是你从一开始就没怀孕？苏小宁浑身一僵，眼神慌乱的躲闪。“我没有，我真的怀了你的孩子，你怎么能不相信我？”我猛地站起身，一脚甩开他的手，声音陡然提高：“苏小宁，你摸着自己的良心说，你伪造化验单欺骗我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”诊疗室的门没关严，外面路过的医护人员和患者听到动静，纷纷驻足围观。苏小宁脸色煞白，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，眼神里的慌乱越来越明显。我环视四周围观的人群，声音洪亮的足以让每个人都听清。“你说不出来，那我来替你说。这个女人是我的妻子，却背着我和别的男人厮混。她和她的母亲串通一气，撒谎骗我，帮着奸夫算计我的公司，想要让我身败名裂，倾家荡产。”围观人群发出一阵吸气声，议论声瞬间响起，一道道鄙夷的目光落在苏小宁身上。苏小宁脸色由白转青，急忙爬起来，想要捂住我的嘴。“你别胡说八道，阿宇，你不能毁了我！”我侧身避开他的触碰，一把将他推倒在地。“胡说八道？我有的是你和赵峰在情侣酒店的龌龊画面，你偷偷翻我公文包偷优盾的样子，要不要我现在就给大家看看？”苏小宁脸色惨白，拼命摇头。周围人的议论声像针一样扎在苏小宁身上，他双手抱住头，想要遮住自己的脸，身体却控制不住的发抖。我继续说道，声音里满是嘲讽：“
他的母亲和弟弟更是贪得无厌，这些年从我这里榨取了无数钱财，房子、车子、工作，样样都要我提供，最后还不知足，想要让我给他弟弟买别墅、买迈巴赫，支付50万彩礼。我不愿意，他们就撒泼打滚，骂我白眼狼。而这个女人全程帮着她的家人逼迫我，丝毫没有念及我们夫妻一场的情分。现在她见算计不成，竟然想出伪造怀孕的招数，想要用一个不存在的孩子绑住我，继续在我身上榨取利益。这样的女人配为人妻吗？配为人母吗？周围人纷纷破口大骂，为我义愤填膺。苏小宁看着周围人鄙夷的目光，听着刺耳的议论声，终于崩溃了。他瘫坐在地上，嚎啕大哭起来。院长见状，连忙让人维持秩序，大家都散了吧，不要影响医院正常秩序。我拿出手机，当着苏小宁的面拨通了记者的电话，语气平静：“是都市晨报的记者吗？我这里有一个大新闻，你们要不要来现场采访？”苏小宁听到我的话，哭得更凶了。他爬过来抱住我的腿，苦苦哀求：“阿宇，不要，求求你不要找记者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我愿意净身出户，我愿意承担所有债务，求你不要毁了我。”我一脚踹开他，眼神冰冷：“现在知道后悔了，晚了。你做这些事的时候，就应该想到会有身败名裂的一天。”挂了电话，我看着瘫在地上的苏小宁，心里没有一丝怜悯。他的所作所为根本不值得原谅，他的欺骗和背叛不仅伤害了我，更是践踏了婚姻的忠诚和底线。没过多久，几名记者就赶到了医院，拿着相机和录音笔，围着苏小宁不停提问，问他是不是真的跟别人坑害我，问他是不是伪造化验单，问他是怎么想的，为什么要背叛我这么优秀的男人，后不后悔。苏小宁被记者围得水泄不通，最后甚至直接晕了过去。医护人员连忙将他抬到病床上进行急救。我看着这一幕，转身离开了医院，没有丝毫留恋。很快，景浩女子出轨、伪造怀孕欺骗丈夫，景浩拜金女一家贪婪无度，榨干女婿景浩等话题就冲上了热搜，引发了全网热议。网友们纷纷留言谴责苏小宁和她的家人。苏小宁失去了工作，失去了名誉，成了人人唾弃的过街老鼠，走到哪里都被人嫌弃。而这一切都是她咎由自取，是她为自己的欺骗和背叛付出的沉重代价。我站在自己公司的落地窗前，看着窗外车水马龙的城市，手里端着一杯红酒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至于我，自从和苏小宁离婚后，我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中，凭借着我的能力和之前掌握的马老板的把柄，顺利的架空了马老板的权利。半年后，我成功收购了马老板手中的所有股份，那家金融公司正式归我所有。我成为了公司的唯一股东和董事长，真正做到了事业有成。现在的我身价数十亿，身边围绕着各种各样的美女，但我再也不会轻易相信别人，尤其是女人。我会用我能看到出轨率的能力，谨慎的选择我的伴侣，不会再重蹈覆辙。我站在公司顶楼的办公室里，俯瞰着脚下的城市，心中感慨万千。曾经的背叛让我痛苦不已，但也让我变得更加成熟，更加坚强，让我明白了人性的贪婪和虚伪，也让我知道了只有自己强大起来，才能拥有真正的幸福。从今往后，我会继续努力，把公司发展得更好，创造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。至于那些背叛我、伤害我的人，就让他们在无尽的悔恨和痛苦中度过余生吧。